和倩倩结婚的10年里，为了她的理想和事业，我选择了当一名家庭主妇。多年来，我任劳任怨，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，我都细心照料，从未让她有过任何烦恼。我本以为我所做的一切会得到她的尊重，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她的冷嘲热讽。今天是小雪的生日，自从倩倩升职后，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好好吃过一次饭。小雪，倩倩，来吃饭了。不了，我今天带小雪去外面吃。好，那我换件衣服。不用了，你在家就行。为什么？爸，李叔叔特意为我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去的人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掉档次？我又没说错，那些叔叔都是穿西装打领带，再看看爸，土包子一个。李叔叔，李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在门外等你们很久，没见你们出来，担心你们有什么事。这是他们的家，怎么会有什么事呢？陈凡，人家李明只不过是关心我们，你吃了火药吗？说话那么呛干什么？我辛辛苦苦。爸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？妈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好。你猜叔叔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喝酒吗？怎么又开始喝了？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今天给我睡沙发，不准回房间睡。今天是小雪生日，我高兴，所以喝了几杯。我知道你没去派对不开心，但你也不能喝酒呀。况且参加派对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未来都是能帮到小雪的。你要是去了，万一丢了小雪的面子怎么办？够了！我对不起。我不要你碰我，你还不如答应李叔叔的求婚。我不想他当我爸爸了。求婚？老婆，小雪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他乱说话。不可能！你们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好，你想知道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今天李明向我求婚了，行了吧？李明，站住！你要去干什么？我要去找他。陈凡，你有什么资格找他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你。我？对，如果你足够优秀，他怎么敢当面求婚？还不是因为你不行。就好比小雪的生日，李明第一时间会举办生日派对，送小雪贵重的礼物，邀请各种达官贵人。再看看你，做几个家常菜，买个几百块钱的蛋糕，就想把女儿的生日应付过去。你怎么有脸去找人家李明的麻烦？我知道是个人都有攀比心，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去怨恨别人的优秀。倩倩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当年大学毕业后，是你说你想要有自己的事业，不想当一个家庭主妇，让我放弃事业，在家照看父母孩子。我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怎么到头来你嫌我没本事了？够了！陈凡，你的意思是说是我错了，是我拖累了你，对吗？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……好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小雪，我们回房间睡觉。好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倩倩，我就想知道，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好，既然你想知道，男人最失败的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你所谓的付出，几千块保姆就能做到。你说什么？还有，今晚你出去睡。我和小雪不喜欢闻酒味。陈凡啊，陈凡，你放弃君临集团总经理职位顾家，竟在他眼里只是个保姆。小凡，男人事业最重要，你放弃总经理职位要慎重考虑啊。叶总，我清楚，倩倩事业心强，我不想让她留遗憾。我理解，但作为过来人，别为感情放弃大好前程。叶总，我心意已决，倩倩怀孕了，我选工作她就不生了。好吧，我尊重你。君临集团永远欢迎你，想通了随时来。谢谢叶总，您的恩情我记在心里。不用客气，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好。陈凡，你要做出改变，不能再浑浑噩噩了。小凡，是你吗？叶总，不用说了，明天来君临集团，我永远欢迎你。叶总，明天我一定到。陈凡，你怎么没有准备好早点？你要饿死小雪吗？陈凡，你今天有聚会吗？怎么打扮成这样？倩倩，昨天我想了一夜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男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我想明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去上班。上班？可是……小雪，从今天开始，爸爸要去上班了，不做好吃懒做的爸爸了。你也长大了，有些事你要学会自己动手。好啦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你演这一出给谁看啊？不就是昨天说了你一句吗？你犯得着这样吗？倩倩，我没有闹，我只是想明白了。想什么明白？你不就是在这里耍脾气吗？是，我承认，我昨天说的话有点重，但你也不能这么任性啊。小雪刚上初中，我爸妈马上也要回家住，你要是上班了，谁来照顾他们？总不能让我来吧？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行，这样，我1个月给你5000块钱，当做你的辛苦费，好不好？赶紧给我换一身衣服去做早餐，要不然别怪我没有给你台阶下。我知道了。抱歉，我车来了。陈凡，你要是今天赶走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倩倩，变天了！
君临集团董事长刚才正式宣布更换总经理。什么情况？看看人家陈凡，你今天这身打扮是去相亲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相亲啊？他要是真的去相亲，我还更开心。那他这是……家丑不可外扬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外人，我就直白跟你说了。昨天我把你跟他对比了一下，他不服输耍小脾气，一大早上就闹这么一出，说要去找工作重拾事业。哎，真的是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倩倩，我倒觉得你老公不是去找工作，不是去找工作，那是去干什么？总不能他去君临集团担任总经理吧？你还别说，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就他，陈凡这种人，别说担任总经理了，能去君临集团当个保安都算他优秀了。不能这么说，他形象当个保安还是够的。陈凡，听到了没有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那个高材生吗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继续照顾家庭吧，不要到最后沦为笑话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，毕竟我也想向李明学习，做一个优秀的男人。陈凡，你为什么总要跟他比？你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他一个电话就能约到君临集团新任总经理，而你呢，就算是打一辈子工，做一辈子的牛马，也见不到总经理一面，你有什么资格比？好了，我不想让李明看我的笑话，你赶紧送小雪上课。不，我不要，我要李叔叔送我。小雪，你跟着爸爸去学校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我送啊？爸爸每次送我都是骑电动车，同学们看到了会笑话我。小雪，你不能这样说你爸爸。你爸爸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小汽车，但他终究是你爸爸呀。不行不行，反正我不要爸爸送。李叔叔，我求求你，你送我好不好？陈凡啊，这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没事儿，既然他喜欢轿车，就劳烦您送了。倩倩，小心火，他也是一时冲动，咱们还是赶紧去拜访君临集团的总经理吧。好，等我见完总经理，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走吧。爸，公司马上要冲击全球市场，你为什么突然临阵换帅啊？而且还神神秘秘的，连我都不说。女儿啊，爸不是临阵换帅，爸是等了他足足10年。10年？爸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年轻人。当年我还在犹豫公司要上不上市的时候，他仅入职1天，就不顾一切地冲进我的办公室，拿出了一份上市风险报告给我看。也正因为我这份报告，我立马选择了不上市。没过多久，金融危机爆发。正因为我们没上市，所以躲过了一劫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君临集团也活不到今天。这么强？那他来了吗？应该要来了吧。叶总，好久不见。陈凡，好久不见。小凡，快来我身边。小凡啊，等你等得太辛苦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叶如霜。你好。你好。那好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也可以早点退休了。我现在就安排人做委任书。等等，怎么了？爸，我没别的意思。10年前或许他很厉害，但10年过去了，我担心。胡闹！
叶总，叶小姐的话不无道理，我也想靠能力吃饭。那如霜，你想怎么办？君临集团即将走向全球市场，有3家国外最顶尖公司找我们合作。如果你担任总经理，请问你会跟哪家合作？我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。你先出去吧。不用3个小时，我现在就能回答你。什么意思？我认为，君临集团不需要与任何一家海外公司合作。为什么？一，与任何海外公司合作都是与虎谋皮。一旦我们做起来了，他们第一时间提供的不是帮助，而是想办法吞并君临海外集团。二，君临集团最缺的不是现金，而是技术。但海外公司只提供资金，不提供技术，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几乎为零。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叶总其一生都想把君临做成全球知名品牌。如若和海外公司合作，那这个名到底是君临的，还是其他的？知我者，陈凡也。爸，女儿，他说的没错，与海外公司合作终究是与虎谋皮，即便做出来了，君临也就是大夏君临，而不是国际君临。行吧行吧，算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叶小姐，您言重了。好了，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陈凡，我将设下宴席，向世人宣布，由你担任君临集团总经理，掌管整个君临集团。江倩倩还是那句话，跟君临集团签下合同，晋升合伙人。要是没签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作废。好的，徐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李明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放心。什么？好的，我现在就上来。怎么了？我朋友已经帮我约好了新任总经理，现在让我们上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李明，认识你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。如果陈凡有你一半优秀，那该多好！至少我不用这么累，真的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话，倩倩，你我之间何须用谢字？如果不是当年我被逼着去国外，或许我们都已经成了夫妻。小凡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公司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您放心，叶总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倩倩，陈凡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陈凡，你不是说你上班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倩倩，还会有什么原因？他肯定是听了我们的劝，跑过来当保安了。什么？保安？陈凡，你不会真的过来当保安了吧？不是，我来这里是……不是什么不是，以你的能力，在君临集团也只配当个保安了。陈凡，我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来当保安的，但我现在命令你赶紧给我辞职，回家好好带孩子，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变得更加优秀，更配得上你。可你只在乎我有没有丢你的脸。就算我真的做了保安，那又如何？我没偷没抢，靠自己本事吃饭，为什么在你眼里就是那么的不堪？够了，陈凡，我们要是没有结婚，你别说当保安，你就是当乞丐，我也不会在意你一下。但现在我们是结了婚的，我江倩倩好歹也是市值千万公司的主管，而你呢，雄心壮志跑出来当保安，要是让我朋友知道了，我的脸以后还往哪里放？小雪的脸往哪里放？还有，你不要动不动就说为了我，为了我。你要是真正的为我好，那你就学学人家李明，同样都是30岁出头，人家是海归，年薪100万，在市值过亿的公司里担任商务经理，出行都是 BBA。再看看你，30岁出头跑到君临集团当保安，你丢不丢脸？原来，在你的眼里，担任一个区商务经理就已经很优秀了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和他到底谁更优秀。
现在，我和他谁更优秀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陈总，难道他就是君临集团新任总经理？不可能！我承认陈凡有点才华，但这都是10年前的事了。以他现在的情况，怎么可能？倩倩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这份殊荣本就是属于我的，只不过10年前，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。如若不是为了你和小雪，我何至于今日才重回巅峰？您好，我问一下您，刚才那位是？你说陈总啊，他是我们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，怎么了？总经理？那他呢？他不认识，单看形象应该是我们公司的保安吧？什么？好了，我还要上班，没工夫跟你闲聊。陈凡啊，什么时候学会骗人了啊？差点还以为你真是什么大人物。好了，陈凡，我不想关心你到底是谁。我现在和李明要见一位大人物，没空搭理你。还有，今天是小雪的家长会，你要是还在乎这个家庭，你就赶紧给我去学校。你自己处理吧。陈凡，下来一下。好。这里。叶总，怎么了？上车。叶总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别一口一口叶总的，你直接喊我如霜就行。让你过来呢，是给你配车。配车？对啊，你现在好歹也是君临集团总经理，总不能天天开个电动车上班吧？好，听公司安排。张总，这都快中午了，新任总经理还没来吗？按理说应该早就来了。张总，能冒昧的问一下，这新任总经理有什么喜好吗？我们也好做点准备。哎，你问我也是白问。这新任总经理是董事长钦定的，到现在我也只知道一点关于他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据说这个新任总经理10年前就在公司，但好像因为妻子的缘故，选择放弃了事业，回家安心照顾家庭了。10年前，为了妻子放弃君临集团总经理职位，这世上怎会有这么傻的人？谁说不是呢？当初董事长因为这件事儿耿耿于怀。那这个新任总经理叫什么名字啊？名字，这我倒不清楚，只是知道他姓陈。什么？姓陈？这份殊荣本就是属于我的，只不过10年前，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。如若不是为了你和小雪，我何至于今日才重回巅峰？难道这个新任总经理真的是他？张总，公司刚采购了一辆劳斯莱斯，您这边核对一下账单。好好的采购劳斯莱斯干什么？是叶总带新任总经理选的车。哦，我说新任总经理怎么还没来？原来是跟叶总买车去了。江倩倩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陈凡怎么可能是新任总经理？今天见不到总经理了，董事长将为他千城设宴。行，那就谢谢张总了。没事儿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请问是陈雪的妈妈吗？对，我是。家长会马上要开了，您怎么还没有来呀？他爸爸没去。没有，您还是赶紧来吧，要不然都在等您一个人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叶总，配这么贵重的车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好马配好鞍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就应该配这种顶级车。老婆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一辆电动车？之前那辆电动车用了快5年了。换什么换？陈凡，什么人配什么车？有电动车给你开就已经不错了，还挑3拣4。
陈凡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陈雪父亲吗？家长会马上要开了，您怎么还没来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抓紧点儿，别让大家都等你。好。叶总，我有点事儿。小李，送一下陈总。好的，叶总，陈总，您上车。叶总，谢谢。这位家长，您是哪个班的？你好，我是6年级6班陈雪的爸爸。陈雪的爸爸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你到底是谁的家长啊？我是陈雪爸爸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快进来吧。陈雪爸爸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徐老师，您刚来不知道，他就是陈雪爸爸。刚才来的是陈雪的叔叔。啊？算了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走什么走啊？今天家长会重点要表扬你女儿写的作文《我的爸爸》，你这个当事人走了，那岂不是辜负孩子的一片心意？好，那我参加。陈雪爸爸，你去座位上坐着吧。好啊。既然陈凡来了，那我就给他让位吧。陈叔叔，不要，你就坐着。小雪，听话，我坐这里的话，你爸爸坐哪里啊？他爱坐哪坐哪，总之你别离开我。这……小雪说的没错，况且迟到的人本就没有座位。陈凡，要不……没事，你们坐。那好吧。李叔叔，刚才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。小雪别闹，叔叔给你讲很久了。不嘛，我就是要听。倩倩，没事的，孩子爱听我就多讲点。那就辛苦你了。这有什么辛苦？我早就把小雪当自己孩子了。好了，所有家长全部坐下，家长会正式开始。今天的家长会主要是表扬几位优秀的学生，其中最为优秀的就是陈雪。她前几日写的一篇作文《我的爸爸》荣获本校作文第1名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雪上台朗诵。我的爸爸或许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爸爸，但他却是我眼中最优秀的爸爸。我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他会满足我所有的愿望。爸爸，我要这个。好。有的时候他像个出气筒，任由我如何耍脾气，他都不会计较。爸爸，我在这里。我的爸爸有的时候很高很高，高到我无论如何都摸不到他的肩膀，但有时候我的爸爸又很矮很矮，矮到我可以肆意妄为地骑在他的身上。驾，爸爸你快爬。好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我的爸爸。这孩子有孝心。人比人气死人，你看看人家孩子太懂事儿了。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闺女该多好，让我累死我都愿意。真羡慕陈雪的爸爸，多么感人肺腑的一篇文章啊！小雪，趁着这个机会，你去拥抱一下你的爸爸，让我们一同见证一下你对爸爸的爱。好。小雪，他不是你爸爸，他是李叔叔啊！你是不是抱错人了？才没有！李叔叔虽然不是我亲生父亲，但在我心里，他比我亲生父亲还要亲。如果有选择，我真想让李叔叔当我的亲爸爸。小雪，好了，倩倩，小雪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就当她童言无忌吧。我相信陈凡不会计较的，对吧，陈凡？对，
我怎么会和他计较呢？陈凡，小雪刚才说的肯定是气话，毕竟你迟到了，她还是很在意你的。我没有我说的。闭嘴！没事，我习惯了。既然你们都在这儿，我就先去忙了。陈凡，注意安全。好，倩倩，要不你还是去跟陈凡解释一下吧。不用了，他应该没那么小气。那好。爸爸！哎，我的乖女儿！爸爸，这是我今天画的画，我要送给你。啊，真的吗，女儿？你对我太好了吧？你是我爸爸，我肯定要对你好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爸爸就要奖励啦。那我也要奖励爸爸。哈哈哈。爸爸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当然啦，不过要是小雪不要爸爸了，爸爸就会离开。不会，小雪不会不要爸爸的，爸爸要一辈子陪我。那好，那我们拉钩，爸爸一辈子陪着小雪，小雪一辈子不能不要爸爸。好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陈凡，幸亏你没有走远。刚才君临集团打电话过来，说总经理要回去了，我要赶紧去见他。你赶紧帮我带小雪回家。不，我不要跟爸爸回家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小雪，别闹了，妈妈真的有事儿。陈凡，赶紧带小雪回家。不，你要是让我跟爸爸走，我就不回家了。小雪，好了，倩倩，你别跟孩子生气啊，他肯定有他的苦衷。他一个孩子能有什么苦衷？倩倩，你想想，最近天气变冷了，小雪肯定是不想坐电动车回家，想坐轿车回家。那怎么办？问题是陈凡也没有车呀。要不我帮陈凡打辆车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有车。你有车？陈凡，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，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，倩倩想要坐的是轿车。轿车你明白吗？4个轮子的。我说的就是轿车。不是陈凡，自从昨天我说了你几句后，你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你让我感觉到很陌生。在君临集团的时候，你撒谎我没跟你计较，现在你怎么还当着女儿面撒谎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倩倩，你别生气，陈凡也是好意，他肯定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撒谎自己有车，这样小雪才会乖乖的跟他回家，对吧，陈凡？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我说了我有车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信我一次？信你？你这么多年躺在家里1分钱没赚，买辆电动车还要找我拿钱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我也不管你到底想干什么，反正你赶紧给我把小雪送回家。我不要爸爸送。小雪，我让爸爸打辆车，你乖乖跟爸爸回家好吗？不，我不要！爸爸打车只会打最廉价的车，你们又脏又难闻。小雪，好了，倩倩，你别生气，这样还是坐我的车吧，大不了我们带小雪一起过去。带她？这会不会……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怪就怪陈凡没有车吧。唉，好吧。那我去拿车了，你们在这里等。好，陈凡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无助，不管家里遇到什么事儿，解决问题的永远是人家李明，而你就跟个木头一样站在原地，什么都帮不了我。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你给我机会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给我帮忙的机会了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从你开口让我送小雪回家开始，我没有拒绝你一下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我怎么去说我有车，你都不信。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。有时候我也很想问你，到底我们是夫妻，还是你和他是夫妻？下车了。陈凡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竟敢污蔑我！倩倩，
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呀！李明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是他先挑的。陈凡，我不管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，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还有李明道歉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真正要道歉的不应该是他吗？他明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小雪是我的孩子，但他却一直在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。你为什么不让他给我道歉？陈凡，你变了，你真的变了，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凡。你认识的陈凡，我很想知道，在你眼里，从前的我到底是怎样的人？从前的你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小气、没格局。最重要的是，从前的你不会当着孩子面撒谎，为了一时虚荣，竟然谎到自己有车。我没有说谎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信我？既然你没有说谎，那你的车呢？在哪儿？我的车来了。劳斯莱斯定制限量版，这可是售价1000多万的顶级豪车呀！我爸居然有劳斯莱斯。陈凡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？陈凡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找谁借的车？江倩倩，你好歹也是市值千万公司的经理，这种级别的豪车能借到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能借到，我身边有哪个朋友能开得起这种车？我说过我有车，是你不信而已。陈总，您要不要先上车？好。爸爸，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？我跟你一起回家。小雪，爸爸的车脏，你还是坐你李叔叔的车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且不说你这辆车到底是怎么来的，就算这辆车真的是你的，有一辆豪车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愿意搭，你还配当爸爸吗？我不配。好了，陈凡，为了比过我，你真的是煞费苦心啊。李明，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倩倩，你仔细想想，陈凡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，他有什么资格拥有这辆车？可他……这你还不懂吗？这辆车就是陈凡为了面子租的。租的？对。刚才在班上发生的一切，陈凡自觉颜面尽失，出来后他肯定想要扳回一城，所以就弄了这么一出。这不可能吧？有什么不可能？倩倩，男人的攀比心可是很强的。还有，你想想，他离开教室那么久，怎么还在这门口啊？不就是等着我们吗？不是的，是这附近没有停车场，我把车停到了很远的地方，所以好了，你别帮他解释了。什么狗屁停车场？真开劳斯莱斯的人还在乎一张罚单吗？不对，李明，就算这是租的，他哪里来的钱啊？这种车就算是租几个小时，也要几千块钱吧？倩倩，你难道忘了早上的时候你还给了他5000块钱呢？你要实在不信，你问问他这5000块钱在哪里？陈凡，我早上给你的5000块钱呢？我没拿。听到了没，倩倩？拿不出来了。好啊，陈凡，我没想到你现在的虚荣心居然这么强了。我刚给你5000块钱，你竟然拿来租车！说话呀！既然你觉得我是租来的车，那就当它是租来的吧。李明，别拦着我，我今天要狠狠地教训这混蛋！好了，好了，倩倩，这里是学校，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脸面，你也要考虑小雪啊。况且，我们还要赶紧去君临集团。行，晚上再找他算账。陈总，这里有一份投资报告，您过目一下。投资？是美伦集团的，他们最近想要一笔投资，扩充业务。美伦集团，
这不是倩倩公司的吗？投资部的意见是可投可不投，所以让您过目一下。既然如此，还是尊重投资部的最终意见吧。陈凡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无助，不管家里遇到什么事儿，解决问题的永远是人家李明，而你就跟个木头一样站在原地，什么都帮不了我。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陈总，那我把这份合同送回去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倩倩，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帮不了你吗？那今天我就用事实告诉你，我可以。恭喜倩倩晋升合伙人！畅乐畅乐，谢谢谢谢，今晚大家随便喝随便花，我买单。倩倩姐大气！倩倩姐，咱们光喝酒多没意思啊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好，好，我最喜欢玩游戏了。好啊，那玩什么呢？还能什么？真心话大冒险呗。好，我支持。好，开始游戏。好，抽到大王牌的接受大冒险。好，压牌吧。哇，是大王！大冒险，大冒险！行，大冒险，来吧。倩倩，你现在打电话给陈凡，让他过来。啊？叫他？对呀。这能不能换一个？不行，怎么玩不起了吗？不是玩不起，是如果你实在玩不起，那就算了，咱们还是喝酒吧。好，我喊，行了吧？这才对嘛！你来一趟梦回 KTV， 现在行了吧？不行，他还没有回应呢。回应什么？我开口他还敢拒绝不成？哟，倩倩姐不愧是女强人，御夫有道啊！发了，他说什么了？我在开会，就不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这陈凡什么时候上班了？他不是一直在家里吃软饭吗？怎么突然又上班了？算了，既然他不来，咱们也不强求。等我1分钟。我喝醉了，赶紧救我！倩倩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他马上过来了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，我还会骗你们不成？来，先继续玩游戏。好。小凡，我知道你刚入公司没多久，我就让你去国外，确实对你生活会有影响。但出击海外刻不容缓，我不想失去先机，所以你好好考虑，不用急着回答我。好，我会考虑的。小凡，你是不是有急事儿？要是有急事儿，你就先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爸，你觉得陈凡会去吗？不好说，但我尊重他的决定。又输了。哎呀，这就不行啦！就是。你在干什么？陈凡，你吼什么吼啊？我只不过是喝醉了，李明怕我摔倒，搀扶了一下我罢了。搀扶？他的手都快摸到大腿了。陈凡，你怎么还跟当年一样啊？那么爱吃醋。就是，格局放大点儿，
人家李明真要有什么想法，还轮得到你跟倩倩结婚了？那你现在喝醉了，我带你回家。走什么走啊？今天可是倩倩的大喜日子，不能这么早走。对，陈凡，你自己不玩，别影响我们啊。陈凡，今天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日子，我们还是晚点回家吧。既然你要晚点回家，那你让我现在来干什么？陈凡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作为倩倩的丈夫，让你早点来一下，怎么了？如果是平常我无所谓，但我说了我有重要的会议。得了吧，陈凡，你这话糊弄别人还行，别想糊弄我们。倩倩早就跟我们说过了，你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吃软饭，吃到现在也有10年了吧？丽丽，江倩倩，原来这么多年，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吃软饭的。不是这意思，陈凡。好了好了，陈凡，大家都喝多了，说话就不着边了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咱们一起玩游戏吧。对对对，一起玩游戏吧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自己找个地方坐下。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游戏，我说了我还有事儿。陈凡，不就是让你早来一会儿吗？你还给我甩上脸色了，你什么态度？爱做不做。丽丽，我们玩我们的，不用管他。好。这次抽到小王牌的接受大冒险，都亮牌吧。又是我。倩倩，你这运气也是绝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继续大冒险吧。行，你提个要求吧。这样，咱们来点刺激的，去亲李明一下。是啊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都当我不存在吗？跟你在不在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玩个游戏而已，你别太小心眼。就是，一个大男人计较来计较去，真是上不了台面。还是算了吧，这样不太好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是喝酒吧。倩倩今天已经喝得够多了，这杯酒我替她喝。倩倩，看人家李明对你多体贴，再看看你当年的选择，我都替你感到可惜。既然你不愿亲，那罚你跟李明喝个交杯酒，这总行了吧？交杯酒，这……倩倩，这你要是再玩不起，那就真扫兴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没错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好吧，我喝。不能喝！陈凡，你干什么？江倩倩，我才是你老公，你跟别的男人喝交杯酒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公吗？陈凡，都说了这就是个游戏，你这么较真干什么？今天这么热闹，你非要让我扫了大家的兴才满意吗？那个，我们还玩吗？不玩了，不管干什么都得被人掺和一下，你能尽兴啊？今天是倩倩大喜的日子，别说不高兴的。看看她这小肚鸡肠的样，结婚多年没一样让她拿出手。再看李明，直接给倩倩拉来君临集团投资，确实多亏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搭不上君临集团。多谢你了。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你们说什么？君临集团的投资是他李明弄来的？那当然，不是李明还能是谁？陈凡，你不会想说是你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没听错吧，陈凡？这你都敢认？陈凡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在座的这些人，只有李明有手段，
有人脉，能接触到君临集团，这份投资肯定他促成的，这种功劳你都敢贪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还不配接触到君临集团，更没资格拉来投资。至于贪功，分明是他贪了我的功劳才对。够了，你到底在闹什么啊？你非要让我当着这么多姐妹的面丢人现眼吗？我闹，我让你丢人现眼，倩倩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信你什么？你有什么本事？难道我还不清楚？你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无权无势，一事无成，甚至就连生存都要靠着我的工资。你自己说说，你哪一点能比得上人家李明？倩倩，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一份投资吗？谁拉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到你手里就行。既然陈凡这么想要这份功劳，那我给他就是了。李明，我知道你大度，不计较这些，但功劳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谁都抢不走。况且就算给了陈凡，他也不配拥有。陈凡，真不是我说你，男人还是得有出息点，不然你看，给你功劳你都接不住，给我功劳你也配？陈凡，李明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这么针对他干什么？我命令你赶紧给他道歉。我为什么要给他道歉？你行，我不想跟你们争论这么多。你不说这份投资是李明拉来的吗？合同就在这里，你大可以翻到最后一页，看看上面签的到底是谁的名字。最后的签名不就是新任总经理的名字吗？难不成还能是你陈凡的名字？是不是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陈凡，我真想不明白你到底在争什么，咽不下这口气。但你本来就没本事啊，现在还非要看签名。好，我满足你，我今天就让你彻底死心。过来，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。倩倩，你别怪陈凡，他肯定不是故意撞我的。说起来也怪我，要是我能及时避开，就不会把合同弄湿了。我撞你？陈凡，你知道这份合同对我多重要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份合同就算说破天，也不可能签他陈凡的名字，所以他怕事情败露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故意撞到李明，借他的手把签名弄脏。什么？这也太卑鄙了吧！你们都眼瞎吗？明明是他自己打翻的酒杯。陈凡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没本事就认命，你非要逞什么能？你知道李明的这身衣服、裤子值多少钱吗？你半辈子都买不起。李明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事儿都怪陈凡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原价赔给你的。不用不用，当然不用，因为本来就是你自己打翻的。你闭嘴，陈凡！刚才我不跟你计较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这是事实。什么是事实？事实就是李明拉来的投资，而你只是一个废物，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李明的一根手指头。我是废物？真没意思。好，我是废物，江倩倩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就算了。陈凡，哎呦，李明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酒喝多了，缓一会儿就好。倩倩，陈凡要走了，你不去追吗？不用管他，我们继续。叶总，我同意去国外。什么？你同意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我就给你举行介绍晚宴，然后3天后启程。叶总，反正我都要出国了，介绍晚宴就免了吧。这，好吧，那就依你。谢叶总。爸，陈凡同意了。你也收拾收拾东西，3天后你跟他一起去。陈凡这个人能力非凡，你跟着他，哪怕学到一点点的皮毛，都能让你受益终生。我明白了。10年，江倩倩，我为你付出一切，你视若无睹。既然你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放你自由，也放过我自己。剩下的3天，我会履行我最后的职责，以后各自安好。你怎么了，倩倩？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心里空落落的。陈凡他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陈凡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能有什么事儿？估计这时候都回去睡觉了吧？你想多了。希望如此吧。陈凡，为什么不等我一起回家？你就这么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？等你一起回来，有必要吗？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送你。你别多想，李明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打车，所以才……不用解释。妈，他不要上班吗？怎么又在家做饭了？看来他已经想通了，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，也比不上你李叔叔，所以就没心气跟人家攀比了。陈凡，既然你已经想通了，那再好不过，以后别动不动就闹脾气，老老实实做个家庭主妇，钱少不了你。听到了吗？妈妈说你再怎么样也比不过李叔叔，继续闹下去，丢人的也只会是你。小雪吃饭。陈凡，小雪她……没事儿，快吃饭吧，别凉了。我吃完啦。小雪，今天爸爸送你。我才不要！我已经跟李叔叔说好了，每天都让他送我。别胡说，李叔叔那么忙，怎么有空天天送你？李明，李叔叔，你终于来啦！当然了，李叔叔可是答应过你，要天天送你上学的呢，肯定得来呀。陈凡，不好意思啊，虽然你才是他爸，但孩子不想让你送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李叔叔，你和他道什么歉啊？我才不喜欢让他送我上学，我就喜欢你。你要是我爸爸就好了。小雪，你别乱说话。陈凡，你别误会，小雪她……没事，小孩子嘛，童言无忌，我知道的。小雪，今天就让爸爸送你最后一次，好吗？行吧，看在你求我的份上，那我就让你送我吧。但可说好，这可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只能是李叔叔送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都依你。陈凡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妻贤女弃，做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还真是失败。不过，以后你的老婆就是我的了。小雪，我们走吧。小雪，你先回房间，我跟你爸有话要说。陈凡，你先等下收拾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陈凡，我总觉得你最近很不对劲儿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老老实实照顾家庭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承认，我这段时间确实有些疏忽你，但那也是为了事业。你知道我为了成为公司合伙人付出多大的努力吗？即便这样，要不是李明帮忙，我仍然拿不到君临集团的投资。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？你就不能体谅下我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认为是李明帮了你？陈凡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件事就是李明做的，你别胡搅蛮缠了，行吗？我胡搅蛮缠了吗？那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而且我和他只是朋友关系，所作所为也都是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而已。你至于处处跟人家过不去吗？你身为一个男人，心眼就不能大点吗？我跟他过不去，我心眼小。你别无理取闹了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行行行，既然我在你心里是这样的形象，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无话可说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跟你好声好气说话，你竟然不当回事儿！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去洗碗。
陈凡，陈凡！陈凡，如果你能有李明一半的成功，那就好了。李明，今天真是多谢你帮小雪约了那么好的辅导名师，小雪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李叔叔，你真好。倩倩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也早就把小雪当做了我自己的女儿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当然是来给你惊喜的。李明，你不是有事儿跟倩倩说吗？快说啊！倩倩，10年前我错过了你，10年后我想跟你重新在一起，照顾你，陪伴你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嫁给我吧！哇，李明也太浪漫了吧！要是有男人这么对我，我能幸福死啊！倩倩，李明对你的感情10年如一日，痴心不改，绝不是陈凡那种软饭男能比的。你就别愣着了，快答应他！丽丽阿姨说的对，妈，我想要李叔叔当我爸爸，你快答应呀！陈凡，陈凡，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李明他……陈凡，你来的正好，李明今天要向倩倩求婚，既然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那你识趣点，把倩倩让给李明吧。就是，10年的时间早已经证明你不是倩倩的良配，别阻止他奔向更好、更合适的人。陈凡，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倩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你一定能理解我的，对吧？行了，都别胡说。陈凡，李明他就是闹着玩呢，你别当真。没关系，我看你们经常出双入对，你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。既然气氛都到这儿了，要不你就答应他吧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陈凡竟然同意让倩倩嫁给李明，倩倩现在可还是他的老婆啊！哼，我们果然没看错，陈凡还真是个窝囊废，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往外送。陈凡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江倩倩可是你的老婆，这不是你们都想要的吗？我现在成全了你们，倒还反过来怪我了，真是可笑。你们继续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奉陪了。提前祝2位新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小雪，祝你们一家3口和谐美满。妈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了，陈凡肯定是觉得来硬的不行，干脆以退为进，想用这种假装大度的方式引起倩倩的愧疚与关怀。什么？这心机也太深了吧！他一个大男人，竟然耍这种小孩子手段，真是丢人。不好意思，倩倩，这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陈凡也不会这样。跟你没关系，既然他是在装模作样，那就不用理会。我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站住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倩倩，他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离了你，他还能去哪儿？现在之所以演这么一出，无非就是见刚才的法子不起作用，开始换新手段了。还有完没完？都说了，李明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妈，别管他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跟个小孩一样闹离家出走，有意思吗？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有工作上的事，要出一趟远门。你又开始了。好，我就算你有工作，就你这种与社会脱轨了10年的人，能接触到最好的工作也就是保安，你有什么资格出远门？倩倩，
你也别这么说，没准陈凡真有要紧事外出呢。陈凡，差不多行了，赶紧乖乖把箱子放回去。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别得寸进尺。放回去，江倩倩，这个家我不会再回去了。你说什么？陈先生，3天时间已到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爸爸，陈凡，他们是什么人？还有，什么3天已到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是陈先生的同事，今天特地来接陈先生，前往国外拓展业务。去国外拓展业务？陈凡，原来你真的有工作了，可你为什么提前不告诉我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你信了吗？昨天我把你跟他对比了一下，他不服输耍小脾气，一大早上就闹这么一出，说要去找工作重拾事业。哎，真的是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气死。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那个高材生吗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继续照顾家庭吧，不要到最后沦为笑话。那你们这么大的阵仗是要去多久啊？少则3、4年，多的话10几年。什么？这么久？陈凡，不要！爸爸，你不走行不行？你去这么久，把我和妈妈留在家里，你让我和妈妈怎么办？你和妈妈？我走了，不还有李明叔叔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那就让他照顾你吧。陈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只是想成全你们。这个麻烦你签一下字。离婚协议？陈凡，你要跟我离婚？是，只要你签了字，我们之间就再无瓜葛，我也不会继续出现在你面前碍你的眼，更不会阻止你追求幸福。签字吧。不是的，陈凡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跟你离婚。你不就是出个国吗？我跟小雪在家等你回来就是了。对，爸爸，我不要你跟妈妈离婚。爸爸，你最喜欢吃糖了，这颗芒果味的糖是我最喜欢吃的，我把它送给你吃，你不要跟妈妈离婚好不好？小雪，你忘了，爸爸对芒果严重过敏。陈凡，你怎么了？蛋糕里是不是有芒果？是啊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这么严重？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吃芒果了。真乖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记住。你不是没记住，你是压根儿没有记。不过没关系，爸爸不怪你。小雪没记住，是她不对，我回头一定好好叮嘱她。对了，陈凡，马上就冬天了，你带厚衣服了吗？厚衣服？对，我记得去年网购节，我给你买了几件加绒衣服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你确定你给我买衣服了？还差几十就能享受优惠了，给陈凡买几件过冬的衣服，凑个单吧。总算凑完了单。老婆，饭马上就做好了。他一个大男人又不出去，要那么多衣服干什么？算了，我还是挑件口红吧。陈凡，对不起，是我忘了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买了件衣服，一款加厚的大衣，1万多呢。小雪，赶紧把大衣拿下来，让爸爸穿上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妈，那件衣服你送给李叔叔了，就是他身上穿的这件。江倩倩，这就是你说的给我买的衣服，还真是不错啊。陈凡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去给你买件新的。哎，倩倩，要不把我的这件给她吧，反正你跟小雪也没少给我买新衣服，不差这一件。你住口！陈凡，老公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跟女儿忽视你了，你不用解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不是吗？
签了吧，我马上要赶飞机。行了，陈凡，你吓唬谁呢？就为了这点破事儿，你至于吗？就是，看看你这斤斤计较、上不了台面的样，比李明简直差了108000里。倩倩，你看你嫁了个什么货色？但凡之前不跟李明分手，你今天哪能受这种气？没错，拿不出手也就算了，还哗众取宠演了这么一出戏。陈凡，我看你不是出差，而是出轨。我出轨？没错，就是出轨。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还想狡辩？陈凡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敢把小三光明正大的带到倩倩面前，你真无耻！什么？出轨？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就说他怎么非要跟倩倩离婚。陈凡，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。陈凡，你这么做对得起倩倩吗？陈凡，你真的出轨了，他是你在外面包养的小三。心脏的人看到什么都是脏的。我跟陈先生清清白白，只是同事关系。但你作为陈先生的妻子，却宁愿相信外人的挑唆，也不信自己的丈夫。你对得起他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吗？屁的付出！每天扫扫地、做饭、吃倩倩软饭就是付出啦，真是搞笑。没本事就别抱怨。陈先生没本事。10年前，陈先生为了你，放弃登临绝巅的机会，成为一个家庭主妇，照顾你，陪伴你。你也是这样看他的？我呸！还登临绝巅，他一个废物也配？你不要脸的小三净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再敢乱嚼舌根，污蔑我跟陈先生的关系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倩倩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他这么维护陈凡，要说两人没有奸情，谁信？倩倩，他这哪是打丽丽，分明就是在向你示威，打你的脸。好啊，陈凡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你闹了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，这字我不签，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江倩倩，你明白的，就算你不签字，但只要我们分居满2年，就能单方面离婚。陈凡，你真要跟我离婚吗？什么离婚？倩倩，照我看，陈凡就是吃准了你会挽留他，所以肆无忌惮跟你耍手段闹脾气。就是，他离了你屁都不是，只要你比他强硬点，保证他乖乖认怂。好，既然你非要跟我闹脾气，那你走，你现在就走，有本事永远都别回来。我妈说的对，你要是真走了，你就不是我爸了。江倩倩，你到现在还认为我是在闹脾气？你好好想想，这么多年我闹过脾气吗？小雪，我知道你讨厌爸爸，所以爸爸就不留在这里惹人厌了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要按时吃饭，好好学习，听妈妈的话，知道吗？不要，爸，我错了吧？叶小姐，我们走吧。爸，陈凡！妈，他真的走了，他竟然真的不要我们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不要你们？陈凡不是说了吗？他这辈子就为你们而活，没了你们他就活不了。倩倩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没想到竟然让陈凡生这么大的气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去给他道个歉吧，没准他一高兴就不离家出走了。李明，你真善良。不过陈凡这种人，你越搭理他就越来劲儿，晾他几天，他自己反而就会觉得没意思，到时候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这种贱骨头就只会装模作样，你看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
江倩倩，最后给你个忠告，离你闺蜜远点，她们不是好人。你说什么？废物东西，你敢骂我？骂你，事实而已，言尽于此，信不信由你。他真走了，这个窝囊废竟然真敢走，真是长本事了。他最好一辈子都别回来，不然我非要找算账。走了也好，这样就没人掺和李明和倩倩的事儿了。就是李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碍眼的废物已经走了，这是你跟倩倩再续前缘的绝佳时机啊！够了！倩倩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累了。倩倩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要打要骂我都受着，但你别生丽丽他们的气。你也走，走，都跟我走。那好，倩倩，你千万别因为陈凡气坏身体，我们回头再聚。爸爸，你回来，你别不要我们。小雪，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爸爸。陈先生，你真的舍得你的妻女吗？人总要往前看的，不是吗？前10年，我是为他们而活。倩倩事业心强，我不想让她留遗憾。我理解，但作为过来人，别为感情放弃大好前程。叶总，我心意已决，倩倩怀孕了，我选工作，她就不生了。男人最失败的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你所谓的付出，几千块保姆就能做到。小雪刚上初中，我爸妈马上也要回家住，你要是上班了，谁来照顾他们？总不能让我来吧？行，这样，我1个月给你5000块钱，当做你的辛苦费，好不好？从今往后，我也该为自己而活了。那就祝陈先生告别过去，迎接美好的新人生。谢谢。江倩倩，再见了。妈，难道爸爸真的走了吗？他真的抛弃我们了吗？不会的，你爸爸肯定不会离开我们，他就是在吓唬我们。没错，就是吓唬我们。小雪，我们快回家看看，他肯定没把东西全部带走。你快看，爸爸他把我们的合唱撕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爸爸真的走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们了！不可能！爸爸，难道是爸爸回来了？爸！不是爸爸，李秘书。你怎么来了？江小姐，您好，之前签的合同漏了一份，麻烦您再补签一下。陈凡，江小姐，合同有什么问题吗？原来你真是云林集团新任总经理。合同就在这里，你大可以翻到最后一页，看看上面签的到底是谁的名字。最后的签名不就是新任总经理的名字吗？难不成还能是你陈凡的名字？是不是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原来我的投资真是你拉的，原来我真错怪了你。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李秘书，我想知道陈凡为什么能成为君临的总经理？他的能力很出众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其实早在10年前，陈总就足以胜任总经理一职，为照顾妻女，甘愿放弃事业，最近才复出。像陈总这种优秀又顾家的男人，不知道谁有那么大福气能嫁给他，真让人羡慕啊！所以陈凡他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放弃了那么多，但我竟然……妈，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李秘书，你知不知道陈凡这次出国具体去了哪里？江小姐，
这好像跟合作无关吧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就是他的妻子。江小姐，您就别开玩笑了，哪有妻子不知道自己老公去哪儿出差的？我真是，只不过我们闹矛盾了，还没来得及问他。是的，这位阿姨，他真是我爸爸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行，既然你说陈总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那为什么没看到你们跟陈总的合照呢？合照有，肯定有。妈，我们没有跟爸爸的合照。我们竟然连和陈凡的合照都没有。老婆，我跟你和小雪只有一张合照，要不等到周末去多拍几张吧？你不知道我工作很忙吗？哪有空去拍什么合照啊？就是，我周末还要跟李叔叔去逛街呢，要拍你自己拍。我就说陈总不可能是你老公吧？不，他真是我老公，我不可能拿这件事骗你。我只是工作太忙，才没来及跟他拍合照。你工作忙？难道忙到和自己老公拍个合照的时间都没有吗？看样子江小姐还真是大忙人。好吧，江小姐，既然你执意说陈总是你老公，那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吧，只要你能答得出来，我就信你。好，你问。陈总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我想起来了，陈凡的生日是3月6号。3月6号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就是3月6号。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你答错了，陈总的生日是7月7号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记得就是3月6号，我不可能记错。妈，3月6号是李叔叔的生日。我说错了。江小姐，第二个问题，陈总他喜欢吃什么？他喜欢吃这个我知道，他喜欢吃烤熟的土豆。江小姐，你又答错了。这不可能，我明明经常看他吃烤土豆的，他喜欢吃的就是土豆。错，我记得我们陈总说过，他刚毕业的那段时间生活非常窘迫，为了让女朋友吃上好东西，自己却省吃俭用，天天吃烤土豆，都吃腻了，所以他不仅不喜欢吃，反而十分讨厌烤土豆。陈凡，你干嘛又吃土豆？天天吃不腻吗？我最喜欢吃土豆了，不仅有营养，还能补充维生素呢。老婆，跟我住这么破的地方，实在委屈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出和陈总关系最好的3个好朋友姓名。陈凡最好的3个好朋友姓名。他有好朋友吗？老婆，我有个兄弟要出国，我们几个说好了去给他送个行，很快就回来。站住！谁让你去了？一群狐朋狗友，以后少跟他们来往。我兄弟他们都是正经人，就耗子他们，在学校的时候你还见过呢。我说不让就是不让，陈凡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江小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江小姐，你这一问3不知，还说是陈总老婆。不过也幸亏你不是陈总老婆，要不然我都不敢想陈总居家10年这种被妻女忽视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江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复命了。希望我们双方合作愉快。原来我对他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吗？妈，我饿了。小雪，你先坐下休息会儿，妈妈这就去做饭。
喝了吧，老婆，再等等，菜马上就好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妈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，那样你就不用做饭，爸爸他也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哎呀，老婆，怎么切到手了？疼不疼？疼。我这就帮你涂药。老婆，你最讨厌油烟的味道，以后就别进厨房了。这个家只要有我在，就绝不会让你下厨。是啊，要是你爸在就好了。小雪，你爸爸他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年，这次出国不管去多久，3、5年也好，10年、20年也好，我们都要等你爸回来，好吗？我们一定等爸爸回来。妈，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等爸爸回来，我们一定不能再让他失望了。小雪，你爸爸回来了。欢迎姑爷大小姐。老婆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，你也给我生了宝贝女儿，但还没来得及举办婚礼。这次回国，我和爸都说好了，一定要给你好好补办一个世纪婚礼。老公，都听你的。妈妈，我要上厕所。好，妈妈这就带念念去。老公，你等我们一会儿。快去吧。妈，这都6年了，爸不会还在生我们的气吧？不管怎样，这次见了你爸，我们都要好好道歉，一定要得到你爸的原谅，听到没有？我知道。爸，是你们？陈凡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跟小雪等你了整整6年，每一天都期盼着你能回来。等我？是啊，老公，我和小雪都在等你回家。爸爸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快跟我和妈妈回家吧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当然是我们的家呀，我们共同生活了10年的家。江小姐，你恐怕忘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家。离婚？不是的，陈凡，你当年说的不都是气话吗？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忽略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但这些年我也改变了很多，我保证不会再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我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。是啊，爸爸，妈妈已经做出很大的改变了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江小姐，看到你的改变我很高兴，但很抱歉，我不能跟你回家。陈凡，我都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不肯原谅我吗？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已经结婚了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你就是不肯原谅我，所以才找了个这么蹩脚的理由。我没骗你，我确实……倩倩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不过你好端端的来君临集团干什么？陈凡，陈凡，你竟然回来了！陈凡，6年前你一走了之倒是快活了。你知道倩倩和小雪这些年过得有多难吗？远的不说，就说前段时间小雪生病，都还是人李明半夜开车送他们到医院的。哎，一件小事而已，提他干什么？陈凡能为一时之气抛弃妻女6年，
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女受罪啊！看到了吗，陈凡？瞧瞧人家李明多负责，再看看你，你个废物，比起李明，差的真不是一星半点。照顾他们母女，不是他李明梦寐以求的吗？现在也做到了，不是很好吗？陈凡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离开后，我一直在跟李明保持距离，但那天下雨了，连车都打不到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所以才……哎呀，倩倩，这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李明照顾你这么多年，这是事实，他就是比陈凡这个废物更懂得怎么照顾你。丽丽，你别说话。陈凡，你要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有没有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江小姐，你不用和我解释那么多，我还有事，请自便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改，我一定改。你别这么绝情好不好？爸爸，你回来吧。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肯罢休？我真的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结婚？陈凡，你还真是搞笑。当年要不是倩倩眼瞎，看上你和你这个废物结婚，你都得打一辈子光梗。现在倩倩离了你，还有谁能看得上你啊？就是。出国几年，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了。就你这样子，有人能嫁给你？谁说没人能嫁给陈凡的？我就是陈凡的妻子。是你？我记得你，6年前就是你把陈凡接走的。当时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不正常，没想到果然勾搭在一起了。倩倩，你看，你当初要是跟李明结婚，哪还会有现在的事儿啊？6年了，既然真让你小三上位了，你……丽丽少说两句。这位是君临集团董事长的千金。什么？君临集团千金？叶家千金？就算是叶家千金又怎样？明明是他上赶着当小三儿，我还不能说了。叶小姐，以你的身份，想要什么男人没有？何必要跟我抢老公？现在知道他是你老公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前是怎么对待陈凡的？结婚10年，你对他有过关心吗？有过爱护吗？都没有。你处处嫌弃他，贬低他，你甚至对另一个男人比对他还好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老公？你懂什么？倩倩之所以这么对他，不就是看他烂泥扶不上墙，想让他变得更加优秀？但凡他有李明一半成功，倩倩会这么对他吗？烂泥扶不上墙，不够优秀，那是你们有眼无珠。陈凡无论是在商业方面还是在家庭方面，都比你们口中的李明优秀1000倍、10000倍。你就是爸爸是最优秀的。爸爸，陈凡，你们都有孩子了。对，那也是我女儿。什么？爸爸又有了一个女儿？陈凡，你们竟然背着我生了个女儿！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过分？哪里过分了？江小姐，当时陈凡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他单身我未嫁，我们在一起生儿育女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同意，那就不算离婚。江小姐，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转的，法律都同意了，你不同意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他是我爸爸，你们凭什么抢走他？爸爸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小雪，你是我女儿，我对你是有抚养义务的，你放心，到你成年之前，该给抚养费我1分都不会少。爸爸，我不要什么抚养费，我只想让你永远陪伴我。陪伴？抱歉，爸爸没那么多时间，因为爸爸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，也要陪伴自己的女儿。爸爸，那我怎么办？小雪，你别伤心，就算你爸爸不要你，还有叔叔呢。你让开！我只要你，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小雪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陈凡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狠心到这种地步。倩倩嫁给你生下小雪，真是他们母子倒了8辈子血霉。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负心汉，渣男。我不许你们骂我爸爸。
倩倩，真不是我说，陈凡一个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我看你还是趁早跟他离婚吧，人家李明都等你多少年了。你是来我家吃饭的，还是来这儿挑唆我跟倩倩的？行了，丽丽也只是开个玩笑。就是，你都多大人了，还跟个小孩一样斤斤计较。再说丽丽阿姨也没说错，李叔叔就是比你有出息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是我以前没有保护好你，我知道错了。爸爸，你别怪我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小璇，我不怪你。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希望从今往后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老婆，我们走吧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丽丽，我是不是真的失去陈凡了？看你这没出息的样，失去就失去，这么在乎他一个废物干什么？你不还有李明这个更优秀的选择吗？不过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，陈凡一没背景，二没人脉，怎么能攀上叶家？什么攀上叶家？那个废物就是在骗我们。骗我们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看，果然是在骗我们。叶总明天才要给他女儿举办婚礼，这代表那叶如霜还没结婚啊，又怎么可能是陈凡的妻子？陈凡废物就是废物，只会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低级伎俩。这么说，爸爸没有组建新的家庭，没有别的女儿，他还会回来的，对吗？没错，小雪，你那个不负责任的爸就是在耍你们这个废物，为了让你们后悔，还真是不择手段，这也太无耻了。倩倩，等他回来，你绝不能轻饶了他。唉，我本来以为陈凡挺老实的，没想到他心机这么深。倩倩，真是苦了你们母女。可是叶如霜为什么要帮他骗我们？我明白了，这是君临集团。如果陈凡在这里吵起来，肯定影响不好，所以叶如霜帮他，完全是为了维护君临的形象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解释得通了。真是这样吗？你要是不信，那这样，陈凡不说叶如霜是他老婆吗？我们明天也去参加婚礼，到时候所有的真相就都一目了然了。哼，对对对，我们去参加婚礼，看陈凡那个废物怎么当众出丑。老公，婚礼快开始了，我带念念去补个妆，一会儿就直接上台了。好。念念，我们去补妆了。好的，妈妈。这么高档的场所，恐怕也只有叶家这种顶级权贵才能撑得起。没错，至于陈凡那个废物，还想攀上叶家一飞冲天，可能吗？陈凡，爸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记得这场婚礼好像没有邀请你们吧？别装了，陈凡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跟叶如霜根本就不是夫妻。今天的新郎压根就不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们都看到新闻了，叶如霜的老公是一位神秘的商业奇才，陪伴她多年才修成正果。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不是那个商业奇才？当然是因为你不配。我不配？没错，你是什么人我们再清楚不过，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，还想跟那位商业奇才相提并论，真是可笑。陈凡，我真得说你两句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总不能连自知之明都没有吧？你要真是新郎，叶大小姐怎么会不陪着你？至于让你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这里，你说你为了高攀一个配不上的女人，一次又一次伤害倩倩，她该有多难过呀？就是，陈凡，你现在马上给倩倩道歉，没准她还能原谅你，不然你哭都没地方去哭。陈凡，我们回去吧，不要再闹了好吗？我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江小姐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此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麻烦你和你的朋友
不要再来打搅我了。就算你身居要职，也配不上叶如霜，为什么不肯回头看我？你太自以为是了，配不配的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，我就看你待会儿怎么出丑。司仪上台了，婚礼要开始了。陈凡，现在离开还来得及，不然后悔都晚了。江倩倩，这么多年你一点没变，还是不信我。既然你执意留着，今天就看我跟如霜结婚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参加这场盛世婚礼，让我们有请新娘登场。好的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新娘。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直到我遇到他，他让我知道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他让我明白什么矢志不渝的爱情。在我心里，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。也谢谢你们，能来见证属于我们的幸福。听说叶大小姐眼光很高，男方到底是谁，就有本事让叶家千金嫁给他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叶大小姐能嫁给他，一定是人中龙凤。听到没？只有同辈中的翘楚才能配得上叶家。至于你个废物，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新郎登场。陈凡他要干什么？他难道听不懂人话，非要丢人现眼吗？倩倩，你赶紧去把他拉下来。好。老婆，老公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什么？他们真是夫妻？男的帅气，女的漂亮，怪不得他们两人能走到一起，这简直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就是，祝福他们。对，那也是我女儿，这个麻烦你签一下字。我说我已经结婚了。妈妈，爸爸他真不要我了。你爸爸没有骗我，他真的结婚了。小雪，妈妈好后悔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陈凡就是个废物，怎么能攀上豪门？他凭什么？新娘，你是否愿意让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？无论健康或疾病，贫富或荣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信任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等等，我不同意。各位，你们别被男方给骗了，她才是陈凡的妻子。没错，她不仅陪伴了陈凡10年，更是给陈凡生了一个女儿。没想到她转头就另攀高枝，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什么？陈凡竟然有妻子？那他还跟叶大小姐结婚？我去，骗婚骗到叶家头上了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叶家千金婚礼现场爆出大丑闻，这下真有好戏看了。你还有完没完？陈凡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没完，明明是你玩弄倩倩感情，我们为她讨公道有错吗？老公，让我来吧。好，讨公道。好，我就让大家来评个公道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君临集团在16年前有一位商业奇才，凭一己之力避免了君临破产的命运。没错，我记得。据说他虽然年轻，但对商业的见解和魄力，让许多业界前辈都自愧不如。可是这跟陈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位商业奇才就是陈凡，我的老公。什么？10年前，我老公本该晋升君临总经理，但关键时刻销声匿迹，就是为了他，我老公的前妻江倩倩。我老公为了照顾他们母子，甘愿成为一个家庭主夫，但他从来不尊重、不理解，还被闺蜜挑唆，说出男人最失败的是一事无成的温柔这种话，视付出为仇人，这样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？什么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！妈的，原来我们都被他们给耍了！他们太恶毒了吧！不仅挑唆闺蜜敌视自己丈夫，甚至在人家离婚后还不依不饶。有这种闺蜜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敢在叶家婚礼上颠倒是非，我看他们真是活腻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颠倒是非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倩倩，你快说话！倩倩，够了没有？倩倩，我们是在帮你说话，你吼我们干什么？帮我说话？你们这是在帮我说话吗？一直来，要不是你们不断的挑拨我跟陈凡的关系，我和陈凡能离婚吗？你们才是我婚姻破碎的罪魁祸首。倩倩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丽丽他们呢？
今天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确实谁都不想看到。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怪你？对，还有你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以为你就没有责任吗？你明知道我和陈凡已经结婚，却还总是打着好朋友的名义来纠缠我，故意打压贬低陈凡，让我对陈凡10年的付出视而不见，害得我和陈凡离婚。你们还真是我的好闺蜜、好朋友，你们真就一点都见不得我好吗？这都怪你们！你们还我爸爸，还爸爸！起开！把责任怪到我们身上，江倩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要是你立场坚定些，始终相信陈凡，谁能毁掉你的婚姻？你和陈凡的婚姻是你自己毁掉的，不是我们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和陈凡的婚姻是我自己亲手毁掉的？难道不是吗？要不是你贪慕虚荣、不知好歹，我们怎么可能毁得掉你们的婚姻？你现在倒好，竟然把锅甩给我们，想把自己撇干净，没门儿！江倩倩，你就是个贱人！不许你这么说，妈妈！还有你这个小畜生，你享受着陈凡的付出，转过头又想让我取代他，甚至对我比对他这个亲爸爸好100倍1000倍，你完全就是白眼狼！你闭嘴！江倩倩，李明他说错了吗？我们是受了他的好处，所以才处处替他说话。但站在你的立场，你竟然还附和我们，处处诋毁自己的老公，你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，你们这对母女压根就瞧不上陈凡，落到这个下场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妈妈，我们真的失去爸爸了吗？我不要失去爸爸，我要爸。够了！当时不知道珍惜，现在知道后悔，晚了！敢在我女儿的婚礼上闹事，好大的胆子！保安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这些人将被我君临集团永久封杀，扔出去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婚礼继续。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与她缔结婚约？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贫富还是荣辱，都爱她、照顾她、尊重她、信任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，老婆，能娶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我爱你。我也是，老公，我也爱你。